我們現在熟知的彌勒佛是大肚子笑呵呵的，但在敦煌莫高窟的聖堂塑像裡，彌勒菩薩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神情莊嚴肅穆，安靜地坐着，雙腿自然垂下，身體匀稱，高貴莊嚴。為什麼彌勒的形象會從神聖菩薩變成現在的鄰家大叔呢？彌勒信仰的衰落，除了前2集說到的遇到阿彌陀佛信仰這個強大的對手，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彌勒信仰開始是彌勒下生到這個世界成佛，龍華三會，但大家發現這樣缺乏吸引力，所以又打了一個補丁，創造了上生經，這樣你就能在死後升到兜率內院聽法。追求死後往生到兜率內院的，基本是當時的社會精英階層，是大學者高僧們的首選。但普通百姓們還是希望有救世主來拯救他們，當時太苦了。問題就出在這裡。沒錯，普通民眾可能沒有那麼高的哲學追求，所以他們就盼望彌勒佛在遙遠的未來能親自降臨到我們這個人間，普度眾生，把這個苦難的世界直接就地改造成人間淨土。追求上去的信仰是個人化、哲學化的，相對來說比較安全。但是盼着彌勒下來拯救世界這個念頭，一旦和現實的苦難結合，它就天然地蘊含着一種顛覆性的力量。是，它天生就帶有政治色彩。沒錯，這裡故事就開始變得刺激了。這種對救世主降臨的期盼是怎麼和現實政治扯上關係的？我看到資料裡有個特別生動的例子。公元610年，隋朝大業6年，有幾十個起義者皆素冠殮衣，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直接衝進了皇宮。這個行動力也太強了。這個場景戲劇性十足，但它完美地揭示了下生信仰背後到底有多大的政治能量。未來佛要降臨人間，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什麼？就是說現在不行了。對，就是現在的佛，或者說現在的統治者不行了，舊世代該結束了，新時代要開始了。所以彌勒下生這個口號成了一柄雙刃劍，一把既能被起義者利用，也能被統治者利用的劍。一點沒錯。我們先看起義者這邊，從北魏時代有人喊出新佛出世，除去舊魔的口號開始，到隋唐以彌勒下生為旗號的運動就沒斷過。就像剛才那個例子，他們還穿白衣，也就是素冠殮衣，這後來幾乎成了一個革命的標誌了。是，在當時，你要是看到一群人穿着白衣，宣稱彌勒要來了，那官方肯定會立刻緊張起來。那統治者肯定坐不住了。如果我是皇帝，聽到有人打着新王當立的旗號，肯定要出手干預。這也就引出了這柄劍的另一面，統治者的反應。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壓制，比如唐玄宗，他就曾經專門頒布過一道禁斷巫妖等敕。措辭非常嚴厲，明確禁止白衣長髮號彌勒者。這說明他非常清楚這個符號的顛覆性，並且打心底裡感到忌憚。當更高明的統治者會選擇利用它。對，我猜你說的就是武則天。他這個案例在資料裡太突出了。她一個女性要當皇帝，在那個時代簡直是石破天驚。她是怎麼利用彌勒信仰的？武則天面對的最大障礙是儒家傳統下男性主導的權力體系，所以她必須找到一個比儒家道統更具神聖性的合法性來源。她和她的团隊就看中了佛教，尤其是彌勒信仰。他們命手下的僧人偽造佛經，製造輿論，核心思想就一句話：彌勒下生做閻浮提主。而且這個下生的彌勒會以女性的形象出現。待一下，所以他不只是簡單的宣布自己是彌勒，而是進行了一整套的神學包裝，甚至修改了教義來為自己服務。這也太厲害了。這就是政治手腕的高明之處。他不是粗暴的宣布，而是通過一個看似佛經裡早就預言好了方式來呈現。他讓忠於自己的僧人去發現或者撰寫佛經，來證明一位女性君主的出現是天命所歸。
這比單純的武力征服或者政治宣言要有效得多，因為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和合法性解釋。是，他甚至給自己上尊號叫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就是弥勒的另一個名字，直接把自己和彌勒牢牢綁定。我明白了，所以到了唐代，彌勒的身份已經變得異常複雜。他既是信徒心中的未來佛，也是起義者眼裡的革命領袖，更是武則天這種頂級玩家用來鞏固權力的神聖工具。對，他的形象雖然還是那個莊嚴的菩薩，但他身上承載的意義已經完全政治化了。是的，他從一個純粹的宗教偶像，變成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政治符號，而這種張力也為他下一次驚天動地的形象轉變埋下了伏筆。好的，在作為政治符號被各方勢力拉扯了幾百年之後，彌勒神話迎來了一個堪稱劇情反轉的時刻。一個我們完全意想不到的人物登場了，他就是五代時期浙江奉化的一位名叫契此的奇僧。這位僧人可以說是整個故事的破局者。你得給我們描述一下他，因為根據《宋高僧傳》的記載，他的形象實在是太有特點了。他的形象說白了，跟莊嚴兩個字可以說是毫不沾邊兒。史書上說他跛腹，就是肚子又白又大。跛腹，對，蹙腕，鼻子總是皺着的，言行舉止瘋瘋癲癲，不拘一格。最標誌性的就是他總是用一根杖背着一個大布袋，見人就要東西，所以大家都叫他布袋和尚。一個胖胖的、行為有點古怪的、四處化緣的遊方僧人。這和之前那個高高在上的菩薩形象反差也太大了。是。而引爆點的似乎是他臨終前留下的一首詩。對，這首寄語可以說是他留下的身份宣言，也徹底改變了彌勒神話的走向。詩是這麼寫的：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世世人，時人自不失。彌勒就是真正的彌勒，他有億萬個化身，時時刻刻都在世人面前顯現，只是你們自己認不出來而已。這句話的暗示也太明顯了，非常明顯。他這不就是在說，我布袋和尚契此就是彌勒的化身之一，只是你們這些凡夫俗子有眼不識泰山。這個暗示的意義是爆炸性的，但這裡就出現了一個關鍵問題。什麼問題？歷史上自稱是某某佛、某某菩薩化身的人並不少見，為什麼偏偏是這位形象和傳統彌勒相去甚遠的布袋和尚，最終成功的奪舍，取代了之前那個莊嚴的形象，並流傳至今？沒錯，這才是最讓人好奇的地方。而且資料裡有個很重要的細節，契氏和尚本人是在五代時期活動的，但他作為彌勒的形象真正火起來，其實是在宋代。對，也就是他去世後上百年的事兒。這中間肯定有故事，如果不是契氏本人推動的，那是誰在背後推波助澜？這就觸及到整個轉變的核心了。這背後有一場堪稱完美的合作，或者用一個更中性的詞，一場合謀。哦，主角有兩個，一個是布袋和尚出家的寺院岳靈寺，另一個則是宋代的皇室。一個地方寺院和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心，他們之間能有什麼聯繫？我們先說岳靈寺吧，他們的動機應該比較好理解，非常直接。作為布袋和尚的道場和故居，把這位香賢的地位抬得越高，寺院的名氣就越大，獲得的香火和供奉自然也就越多。所以他们進行了一系列持之以恆的聖化運作。對，可以說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公關活動。他們具體是怎麼操作的？第一步，官方認證。在宋崇寧3年，也就是公元1104年，岳靈寺首次為布袋和尚修建了專門的佛閣，為他造像，這相當於把他的地位正式化了。第二步，綁定核心的知識傳權。他們不斷強化布袋和尚和岳靈寺的聯繫，反覆對外宣稱，那首最關鍵的彌勒真彌勒的寄語，就是契此在岳靈寺圓寂前留下的。把這個最重要的證據和自己的寺院牢牢綁定。對，這還不算完，資料裡還提到了一個更有戲劇性的情節，簡直像是考古發現。是的，那是他們的第三步，製造神跡。到了南宋紹興年間，
岳靈寺對外宣稱，在擴建寺院的時候，從地底下挖出了布袋和尚的遺物，是什麼？一個净瓶和一根锡杖，而且挖掘的時候還伴有異光出現，這就徹底把布袋和尚從一個有故事的僧人塑造成了一位能顯靈的聖人。岳靈寺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打造一個金字招牌。那宋代皇室呢？這幕後另一手更重要的推手，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這似乎才是整個事件的關鍵。這是最關鍵的一環。我們需要看看當時的時代背景。北宋慶曆8年，公元1048年，河北爆發了一場由王澤領導的農民起義。這場起義的旗號，正是我們之前提到的那種讓皇帝聽了睡不着覺的口號：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釋迦佛的時代結束了，彌勒佛要來掌管世界了。這話對當時的皇帝宋仁宗來說，不就是直接在說你該下台了，我們要換個新天子嗎？完全正確。史料記載，宋仁宗對此感到非常忌惮。你想，作為皇帝，那個宣揚改朝換代、鼓動造反的革命彌勒，簡直就是個政治噩夢。對。而就在他頭疼的時候，他可能聽說了，在江南的奉化流傳着另外一個版本的彌勒故事。一個整天樂呵呵、與世無爭、提着個布袋四處化緣的胖和尚，哈哈，這兩個形象一對比，哪個更可愛，哪個更安全，對皇帝來說不是一目了然嗎？我明白了。所以皇室的選擇其實是一種政治上的風險對沖，他們需要一個新的無害的彌勒形象來稀釋甚至取代那個具有顛覆性的舊符號。正是如此，而且他們不是光想，還行動了。資料顯示，就在王澤起義後不久的皇佑年間，宋仁宗開始和岳靈寺進行非常頻繁的互動，並且累次御製詩箋，也就是多次賞識他親手寫的詩給岳靈寺。你想想，一個地方寺院能得到皇帝御筆親題的詩作，這是多大的榮譽和政治背書。沒錯，後來宋哲宗還給棄子追封了一個定應大師的封號。哇，這簡直是一場心照不宣的完美合作。岳靈寺需要一位聖人來提高聲望和收入，而宋朝皇帝則急需一個安全無公害的新彌勒形象來維攝社會穩定。是。於是，在官方和寺院的共同推動下，布袋和尚的形象被一步步抬高，最終和彌勒佛合二為一。对，可以說，我們今天看到的笑佛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宋代皇室欽定的結果。它是一次成功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议程設置。那這次品派重塑的效果如何呢？那個舊的又有革命性的彌勒符號就這麼消失了嗎？這才是最諷刺也最能體現文化生命力的地方。布袋彌勒的形象因為親切喜慶，傳播力極強，很快就深入人心。結果連後來的起義者都開始使用這個新形象了。你沒開玩笑吧？本來是為了消解革命性而推出的新形象，結果連革命者自己都接受了。是的，比如元朝末年的白蓮教領袖韓山童，他發動起義時宣傳的彌勒下生的祥瑞是什麼呢？是什麼？史料記載說，他家有個男童，突然長得飛快，而且樣子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就跟當時社會上雕塑的布袋和尚一模一樣。哇！這太不可思議了！這說明到了元代，布袋和尚的形象已經徹底取代了舊形象，成了彌勒佛唯一的標準像。對，以至於無論是官方、民間，甚至是政治反對派，都只能在這個新的形象框架內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完全正確。舊的那個作為權力符號的革命核心並沒有實施，它只是被套上了一個新的、更喜歡、更具親和力的形象外殼。這個神話展現了它驚人的彈性和包容力。它在不同的時代不斷地被各方勢力改寫，又不斷地融合新的元素，以新的面貌延續下去。今天我們一起梳理了彌勒佛這1000年的變身史，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從一個承載着信徒淨土期盼的莊嚴菩薩，到一個被各方勢力爭奪的政治符號，再到一個在皇室和寺院合力推動下，最終定格為我們熟悉的笑口常開的布袋和尚。是，這個過程告訴我們，一個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文化符號，它的形成過程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和曲折。它不是天然如此的，
而是被时代塑造出來的。神話從來不是一個封閉、靜止的體系，它就像一條河流，在流傳的過程中，不斷受到政治、社會和大眾心理的衝擊與重塑。沒錯，彌勒的故事其實就是一面鏡子，它清晰地映照出不同時代的人們，他們的恐懼、他們的渴望，以及他們最終做出的選擇。從精英渴望的飛升淨土，到底層民眾期盼的救主降臨，再到統治者需要的穩定和秩序。對，所有的這一切都投射到了彌勒這個形象上。是啊，最終塑造了他今天的樣子，一個大度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的形象。這本身也是一種歷經千年風雨之後的智慧沉澱吧？或許是吧。那麼最後，我們也可以留給你一個問題來思考：在你身邊還有哪些我們習以為常、深信不疑的形象或者是故事？它的背後是否也可能隱藏着一段同樣被時代改寫和塑造的歷史呢？